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英格兰家居台中店正式开幕啦！以前很多中部的朋友都会私讯我们，每次看到我们的影片是真的很想听，但是跑彰化真的太远了，现在不用喽。不管你是想要体验家庭剧院、2声道音响、黑胶系统，还是单纯想要感受一下真正电影低频的震撼感，现在在台中都是能够直接试听的。而且呢，这一次台中店直接打造了千屏家居，还有音响整合展示空间。简单来说，你不是只是来听音响的，而是可以真正的来直接想象说这套系统放进自己家里面会是什么感觉呢？好啦，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oey，Hello。如果你最近呢刚好在找一套10万级左右，又能够兼具我们的电影跟音乐，又不想为了家庭剧院重新装潢的系统那今天这一集真的不要跳掉。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一样的困扰在看电影的时候明明画面很震撼，但是声音就是少一口气。柯基拉主场没有压迫感，沙丘飞船起飞低频不共乘，整体就是少了那一种电影感。但问题是，大部分人又不可能为了 Atmos 去挖天花板、拉明线、重做装潢，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我直接把 Wafdale Diamond 12全系列搬进摄影棚，从型号差异、核心技术、剧院搭配，再到实际客厅展现，一次来拆给你看哦。那么如果你最近刚好在挑10万级的剧院系统，这一集很可能可以帮你少走很多冤枉路哦。首先先讲 Diamond 12.3的落地喇叭，这一对真的很重，单支19.5公斤，不是那一种有分量感而已，是你搬的时候就会开始认真思考腰的重要性了。那么安装时我是真的建议大家地上先铺软布，再慢慢装脚钉哦，因为这种等级的喇叭最可怕的不是搬不动，而是碰到墙角的那一瞬间，你会感觉自己的心脏真的是跟自己震了一下哦。而且呢，脚钉一定要调水平哦，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仪式感，但其实差非常的多。脚钉没调平，音响会飘，再加上呢，我们的低频会糊，人声定位会不准，所以呢，简单讲，水平调好，整套系统声音就会先稳一半。再来呢是中置的 Diamond 12.C。原厂附的羊角脚垫一定要留着哦。很多人中置直接平放在电视柜里面，结果人声听起来会闷闷的，好像角色呢在低头讲话。那么这一组脚垫其实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中置声音往耳朵的方向修正，所以人声会清楚很多。尤其是现在很多串流平台的混音都很吃中置，如果中置不够稳，常常会变成背景音超大，角色对白却听不清楚。接着呢是这系列里面非常热门的 Diamond 12.1书架喇叭。这一颗厉害的地方是非常全能，房间小可以用，当主声道也可以，当环绕也可以哦。而且呢，它有一种很特别的特性就是非常的耐听。很多人本来只是拿来搭剧院但是后来就会开始认真听音乐哦，因为它的声音不是那一种第一耳很刺激的类型，但是会让你越听越耐越久哦。最后呢是 Atmos 天空声道 Diamond 12.3D，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都会问，这颗真的只要放在主喇叭上面就好了吗？对，是真的，它是利用呢声音反射天花板的方式去模拟我们天空声道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不用施工，不用挖洞，不用重新装潢。很多人不是不想玩 Atmos， 而是看到施工报价之后就突然好冷静。所以呢，这种反射式的 Atmos 对一般客厅玩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我必须说 Diamond 12这代外形真的变化很多，也进步很多。以前很多人对于英国喇叭的印象就是声音很好，但是外形比较传统。不过呢，第12代的木纹再加上烤漆质感，做得非常的现代。近看呢还会有细微纹理，放在客厅里呢，其实就更像我们高级的家具，而不是一整套很有压迫感的器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规格喽。首先主角 Diamond 12.3，它是全系列唯一的2.5音路设计。简单来说呢，上面这一颗单体负责中低频，而下面这一颗专心处理更低频段。所以呢，虽然只是5寸的极具单体，但低频居然可以下探到40赫兹，再加上箱体够扎实，所以呢，低频
频的亮感以及稳定度，其实都比预期来的还要好哦。而 Diamond 12.1虽然只是书架喇叭，但是实际听感真的很不像一般的小书架哎，它的低频亮感啊，比想象中还要饱满很多，而且也很好推，不挑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空间玩家最后反而最喜欢它。再来呢是剧院灵魂 Diamond 12.C， 它最重要的地方啊，就是采用密闭式的箱体，因为大部分的人啊，中置最后呢都会塞进电视柜，如果呢用低音反射式，很容易低频累积，但是呢密闭式的好处啊，就是人声更干净，定位更稳，看电影的时候啊，角色对白就会清楚很多哦。而 Diamond 12 3D Atmos 则是专门负责上方的空间感，像是我们的飞机从头顶这样子飞过，雨声从天花板落下的这一种效果啊。那么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啊，可以让很多不想大施工的人也能够体会到 Atmos 的沉浸感。很多人对 Wafter 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 Kevlar 振膜，但是呢 Diamond 12啊这代其实变化是非常的大哦，它直接找来欧洲知名的设计操刀，整体的声音是比以前更有速度感。第一个核心技术呢就是 Clarity 的振膜，那么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低频收放速度更快。以前很多英国喇叭给人比较温暖、比较慢的印象，但是呢 Diamond 12不一样，它的低频呢是有速度感的，所以呢电影爆炸场面呢不会整团糊在一起。第二个重点就是啊24dB LKR 分音器，很多品牌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会偷工减料哦，但 Wafter 呢这一次呢是直接使用空心电感，好处就是失真更低，音场更自然，所以呢它虽然耐听啊，但不会糊成一片的问题哦。而第三个是箱体补强，很多人会忽略箱体的重要性，但平价喇叭其实啊很容易出现乡音。Diamond 12的箱体扎实度就非常的好哦，所以呢低频会更干净，整体声音也会更稳。不过我还是要老实讲哦 ，Diamond 12.3再强，它终究不是超低音，所以呢你听人声爵士乐很漂亮，但如果是沙丘那种需要真正超低频能量的电影啊，还是会很建议再补一颗 WHD10哦。因为啊，当系统真正有20到40赫兹的能量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空间感跟压迫感是完全不同的。那一种低频不是听到，而是真的能够感受到。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很多店家呢会为了压低总价，会随便搭一台入门 AVR， 但是呢 Diamond 12其实是非常吃控制力的，尤其是 Diamond 12.3，所以呢我会建议啊，至少要搭到 OnKill RZ30 或是 RZ50。这种等级呢，因为高电流的输出是真的能够把 Diamond 12推开，不然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声音好像差一点，但其实不是喇叭的问题啦，而是扩大机没有推开哦。而且呢，它还有 Direct Live， 简单来说，这东西就是帮你把客厅重新校正。因为再好的喇叭放进客厅之后，真正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空间哦。而 Direct 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喇叭跟重低音的时间，还有相位是重新校准的。所以呢，你会感觉到啊，整套系统突然是变得更加的完整，更有包围感哦。最后讲一下实际听感 ，Wafter Diamond 12不是那一种低耳超炸、超刺激的系统，它也不是美式肌肉型的风格，而是比较像英国绅士，耐听、平衡、有质感哦。虽然你可能第1分钟不会觉得说，它特别的夸张，但是电影看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舒服，不容易累。这其实啊，才是很多人长期使用的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你想找的是一套能够兼顾电影以及音乐，不想要破坏装潢，客厅也都能够玩的 Atmos， 而且啊10万左右就能够拥有完整剧院感的系统，那么 Diamond 12这一套是真的非常有竞争力哦。我是这里，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家庭剧院的搭配、空间规划，还有那一些买之前没人告诉你的真实踩雷经验，记得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